我这是重生了。看着熟悉的院子，季婉梅有些愣神。前世她嫁给了副厂长的儿子杨志平，刚结婚2年就被天天家暴，更是被杨氏父子设计夺了自己父亲厂长的位置。没过多久，父亲就去世了。后来她发现杨志平有了外遇，为了不让我分家产，竟然让我沦落街头。而一直暗恋着我的雷霆君听到我的遭遇，直接把杨志平打残了，为此也是蹲了10年牢。听到此事的我想去监狱看他，没想到途中却遭遇了车祸，意外重回到了的80年代。快进来吧，大伙都进家里坐。纪兴国一进来，便看见错愕站在院子里的女儿。梅梅，今天你杨叔他们来家里做客，快去沏壶茶，把我珍藏的上好铁观音拿出来。纪婉梅看向害他家破人亡的父子，想起了正是今天杨副厂长带着他的儿子杨志平来上家相亲的日子，这才导致了后面的事情。婉梅妹妹，几年不见，你变得越来越漂亮了。哼，爸，我去烧水。杨志平看到纪婉梅没搭理他，一愣，杨父赶紧接过话头。志平，愣着干啥呢？来了人家家里还不懂事点，好好表现表现。我知道了，爸。志平啊，现在你也大学毕业了，以后有什么打算啊？季伯父，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把我大学学到的技术和新理念带回咱们东方厂，以后打算先从基础工人干起，一步一步熟悉咱们厂里的每一条生产线，再将咱们厂的产品销到全国各地去。年轻就是好啊，有志向。哎，毛头小子就只有一腔热血，还是要懂得脚踏实地才好。年轻人就是要有冲劲儿，敢闯敢干。我们俩再过不了几年也都该退休了，以后厂子是他们年轻人的天下喽。季老哥，你这精神头看起来比我还好，再干他个20年也没有问题。哎，不服老不行啊！梅梅现在也大了，她娘去的早，这些年我又当爹又当妈将她养大，也不求什么，只想她以后嫁个好夫家，以后等我退休了，就能了无牵挂的养老了。梅梅懂事又体贴，还考上了市重点大学，谁娶到她都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必然会好好对她的。季伯父您放心，谁敢对婉梅妹妹不好，敢欺负她，我杨志平第一个不答应。泡好茶刚出来的季婉梅听到这些话，心中有些冷笑。见到季婉梅走过来，杨志平立马拎起放在身边的2盒礼物。婉梅妹妹，这是我从广州带回来的，听说现在的女孩子都流行这种款式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这么花哨的颜色，不是你自己选的吧？我一个大男人哪会选这些，是我托同学帮忙选的。那肯定是女同学了，看来杨大哥和学校女同学关系不错啊。杨志平小时候跟季婉梅见过面，也算是青梅竹马，虽然多年不见，但也知道没得罪过她。不知道季婉梅为什么是这个反应。婉梅妹妹说笑了，这是我一好哥们的女朋友选的，他知道我这次回家会来看望舅姑家的妹妹，所以托他女友帮忙选的。哦，这国外牌子的裙子可不便宜呢，一条要200-300，你一下买2条，当我爸1个月的工资了。杨大哥可真有钱啊！这话一出，杨家父子一愣，本是想着今天相亲给季婉梅送2件拿得出手的礼物，博个好印象，没想到到了他嘴里，这动机和背后的意思就变了味儿了。爸，你们聊吧，我进屋去看书了。纪兴国见女儿这态度，知道女儿好像对这杨志平没什么好感，随后没聊2句就送客了。梅梅，你刚才是怎么回事？人家送了东西来，你还那样说话，可一点不礼貌啊！爸，我不喜欢那个杨志平，您就不要撮合了。我现在才18岁，结婚还早着呢。况且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好好读大学，这些事我现在不想考虑。哎，爸是觉得那杨志平看着还算一表人才，他又刚毕业回来，正是说亲的年纪。爸爸是想着咱们家与他家门当户对，知根知底，万一你看得上，就趁着去上大学前先把这事定下，就免得以后再有媒人去说亲。爸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您不要以为他戴个眼镜就真是老实本分的读书人。你看他今天买来的东西，哪有一见面就送小姑娘裙子的？还有他还没参加工作，哪来的那么多钱？他爸每月的工资还没有您多，咱家买的长城电风扇都还要紧巴1个月呢。他们家一出手就是1个多月的工资，您就不觉得有问题吗？杨昌华是副厂长，掌握着厂里的财务和对外销售这一块，这么多年来他捞了厂子多少油水，恐怕他爸至今都还不知道呢。兴许人家想着今天这种场合买点像样的礼物送给你呢，不过既然你不喜欢，我也就不撮合了。谢谢爸，我先出去一下。重生回来的季婉梅想去见见雷霆君，在他印象中，这时候的雷霆君应该还是厂里的一名普通工人，在车间上班，两人上辈子的交集并不多。但是每次看到雷霆君的时候，他不是在和别人打架，就是叼着烟盯着他看。哦，雷哥，你快看，咱们东方厂的明珠来了！哦，季厂长女儿可真漂亮，也不知道以后谁能娶到她。咱们这群单身汉也就过过眼瘾罢了，人家可是季厂长的千金，要处对象也得是和杨副厂长儿子那种级别的处。也是，今晚兴许能在梦里搂搂那小妖。都把嘴巴给老子放干净点！咋的啦，老大？不让咱们议论东方明珠，你该不会是对人家有啥想法吧？
怎么不行啊？随后，雷霆君看到季婉梅朝他这里走来，这让他有些疑惑。平时季婉梅看见他都是绕着走的。雷霆君，大小姐找我有事。我想找你说几句话。老大，突然想起我家被子还没收，我们有事先走了。大小姐想跟我说什么？雷霆君，你今年多大了？24，怎么了？难道大小姐要跟我处对象了？听到轻浮的话，季婉梅没有生气，只是淡淡的看着他，这让雷霆君脸颊有些发红，赶紧露出不耐烦的表情。你盯着我干啥？有事说事。雷霆君，我那有几本高考复习资料，你要不要看？大小姐莫名其妙叫住我，就为了跟我说这事。听说季大小姐拿到是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，以后就是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了，没事跟我们这些地痞流氓走在一起干什么？雷霆君，如果你能考上大学，我就和你处对象。听到这话，雷霆君整个人僵在原地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如果你能考上大学，我就和你处对象。你不是在耍老子吧？季婉梅摇了摇头，她想着雷霆君这个年纪，如果能好好读书，花个2年时间，说不定能考个大专，这样可以改变他的命运。你可要说话算话，等老子考上了，你别不认账。我当然说话算话了，可前提是你要考上大学，还有不许再去打架了。看着季婉梅认真的样子，雷霆君咧嘴一笑，从兜里拿出了一枚发夹，塞给了季婉梅。你等着，老子这就回去考。看着手中的发夹，季婉梅微微一笑，抬头发现雷霆君已经走远了。上一世渣男丈夫家暴自己，却被暗恋自己的雷霆君打残了，这次也是蹲了10年监狱，一次意外重生80年代。我让雷霆君去读书，能考上大学，我就做他女朋友。咋回事？怎么就你俩过来了？老大呢？老大现在没空，他忙着跟东方明珠约会呢。你是说季厂长那掌上明珠啊？你就瞎吹牛吧！老大130斤，有30斤是肌肉，剩下100斤全是仗义，人家能看上他？不信拉倒，不就是收拾几个弱鸡肠子弟吗？咱哥几个够了。老板，给我拿几本今年最新的高考复习资料。要高考复习资料啊，在里头第2排书架上，自己找去吧。老板看了一眼雷霆君，就知道不是真正的读书人，说话也有些敷衍。我哪知道哪些书管用？这不是让你推荐吗？嘿，你这人！随后，老板无奈的在书架上拿了7、8本复习资料书，摆到了柜台上。就是这些了，都是去年、今年新出的，考题和重点知识上头都有。你是只买1本啊，还是全都要啊？都要了，多少钱？年轻人口气不小，这几本书可不便宜啊，一套买下来的花好几十块呢。78块，在88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毕竟猪肉才8、9毛钱1斤。我钱没带够，你先给我2本吧，等我看完了，过2天再来买其他那几本，你给我留着。那你就先拿这2本吧，15块。季婉梅刚回到院子，就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。她已经快10年没有吃到父亲做的饭菜了。爸，你做什么呢？怎么这么香啊？做了你最爱吃的土豆肉丝和糖醋排骨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快来吃饭。怎么样，爸爸的手艺没有退步吧？不仅没有退步，反而又精进了。要我说啊，就爸爸这个手艺，以后退休了都可以去开一家饭店了。梅啊，你跟爸爸说个实话，你是看不上那个杨志平，还是不想这么早就找对象啊？爸，我找谁都可能，但唯独绝对不会找那个杨志平。我就是看不上他虚伪道貌岸然的样子。还有，你也得多多注意杨副厂长，他毕竟掌握着厂里的财务和对外销售业务，很多利益掺杂在其中。你想想，外面的人想要在他手里求办业务拿订单的，不请他吃顿饭，给他送点礼，在这个位置上有几个是干净的？但他这么多年能贴得一清二楚，不代表他真的没有动过手脚捞过油水，只说明他装得好，连您都骗过去了。齐婉梅说完后，纪兴国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。只是他和杨昌华也算是20年的老朋友了，一直不愿意往那方面去揣测。你杨叔的事，爸爸心里有数。既然你没看上那个杨志平，爸爸明天就去回绝了他们。我家梅这么好，将来指定能找到一个样样优秀的如意郎君，咱也不急这一时，那就等你大学毕业以后再说吧。到了晚上，季婉梅在屋内看着书，突然听到有什么东西砸到了她的窗户上，她赶紧出门查看。季婉梅，我在这。雷霆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，你白天说的话不是骗我的吧？我已经买了高考的复习资料，3个月后你就是我对象了。吹牛吧你，3个月就想考上大学，当自己文曲星下凡呢？你就放心吧，不会让你等很久的。梅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我爸要出来了，你快走吧，有事白天再说。我让你走，你怎么跳进来了？我就是来看你一眼，确认一下你白天说的话当不当真，否则老子晚上睡不着觉。哼，原本是算数的，但你以后再这样不经过我的允许就半夜来翻墙，那就不算数了。你别生气啊，我现在就走，你别不高兴，我以后再也不翻墙了。说着，雷霆君又跳了出去。梅，这么晚了，你在院子里干啥呢？
爸，我在看你养的花呢，长得可真好，需不需要浇点水啊？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别浇，浇多了水会把它们的根给淹坏的。好吧，那我回去睡觉了，你也早点睡。第二天一早，纪婉梅来到了罗春燕家。重生后，她对自己的事业有个规划，而这个手脚灵活、能吃苦的好朋友，就是她最好的合作伙伴。梅梅，你咋来了？你现在忙吗？不忙，我们出去走走吧，我请你吃冰棍去。好啊，挺长时间没见你了，我都有些想你了。88年的年代，人们还没有那种太大的胆子和魄力，敢去放手做生意。街上很多推着小车卖茶叶蛋和油条的。春燕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？家里都给定好了，进厂子接班。正好今年下半年咱们厂里会招一批车间工艺，我进去应该没问题。至于往后嘛，应该就是按部就班的相亲结婚生孩子了。罗春燕说的轻松，但纪婉梅从她的眼中看到了对这种一眼就看到头的人生充满不甘。春燕，我打算自己开个妇女用品的杂货店，你有兴趣吗？妇女用品杂货店？没错，就好比女人的丝巾、女包、内衣内裤、袜子、卫生巾这些东西，虽然在外面的路边摊或是杂货店里都可以买到，但是那些地方的东西卖的杂，质量也参差不齐。如果咱们能开一家专门卖妇女商品的店，那大家想买什么尺寸和样式的进来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挑选，也不用担心遇到那种难摊贩而不好意思开口。而且现在大家受沿海地带城市和台港潮流影响，也都慢慢开始注重起自己的形象了。很多妇女只要手里有钱，也愿意在打扮上花销。我记得县里的临街铺子租金也不是很贵，应该不到1月100。我们去找一家地段位置当街的，也不用太中心地段，地方好找就行。若是你有这个合作意向，那我们就2个人出钱，搭伙去盘一个门面下来。纪婉梅一口气把自己的打算说了出来。罗春燕听着纪婉梅这种超前的性别服务意识，有些吃惊。妹妹，你咋想做生意了？那你的学业怎么办啊？店铺开起来后，我还是要去上学的，你就负责平时看店。我们可以从盈利的利润里多给你开一份看店的人工工资，你看咋样？我觉得你的想法非常好，不过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，还有个弟弟妹妹要养，这是要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。没事的，春燕，我今天也是想看你有没有意向，如果有意向，你回去先商量。纪婉梅的计划，罗春燕确实有些心动了，但就是怕她爸妈不同意。这个年代人的思想都比较保守，都认为进厂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婉梅妹妹，这么巧，你们这是出来逛街啊？杨大哥，你也来县里呀？是啊，我手表坏了，前2天送过来修的，正好今天来取，没想到竟碰到了你们。杨志平说话时眼睛一直看着纪婉梅，这让他觉得有些恶心。春燕，我们走吧，别跟不熟的人说话。婉梅妹妹，这是马上到中午了，不如我请你们吃个饭吧。哼，谁是你妹妹？你别乱喊，我跟你没这层关系。那行，既然婉梅妹妹不让我这么叫，那我就叫你名字吧。纪婉梅没想到杨志平的脸皮竟然这么厚，要不是有上一次的经历，肯定就被他这虚伪的外表给骗了。春燕，我们去工人中心那边逛逛吧，那边热闹。罗春平的父母是在杨志平他爸手下工作的，不好直接得罪杨志平，只好出言给杨志平一个台阶下。杨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和梅梅先去那边逛逛。好，那就下次吧，下次有机会我再请你们吃饭。等纪婉梅和罗春燕走远后，杨志平微笑的表情这才慢慢沉了下来，露出一种势在必得的阴沉。接上集，纪婉梅和罗春燕躲开杨志平后，又在县城偶遇了雷霆军。妹妹，咱还是别往前面走了。怎么了？你看那帮人，听说昨天他们把一个厂子弟给打进医院了，咱们还是别过去了，万一待会儿他们又打起来，伤了你就不好了。哼！一听到雷霆军去打架了，纪婉梅掐着小腰就走了过去。老大，你看谁来了？特么的，谁啊？纪婉梅，好巧啊！哼！雷霆军，听说你昨天去打人了，看来我的话你是一点都没听进去啊。我没有去打架，是他们去打的。我昨天下午和你分开后，就来县里书店买了高考复习资料。昨天6点多钟才回宿舍，然后晚上我在哪你也知道，我哪有时间去打架？他们可以给我作证。对，昨天我们老大确实没去打架，都是我们去打的。他们是你兄弟，你就应该管束他们。他们昨天跑去职工大院，把一个厂子弟都打进医院了，你觉得你没有责任吗？你们把人打医院去了？老大，这是你知道的。前几天几个厂子弟仗着家里有人就欺负咱们厂内的一个兄弟，昨天我们也是去教训他们一下，而且那人根本没受什么伤，他就是想把事情闹大讹上我们。听到这，雷霆军想起了昨天本来就是去蹲人的，没想到遇到了纪婉梅说要做他女朋友，结果高兴的把这事给忘了。你放心吧，这事我会去解决的。你想怎么解决？我这就带兄弟们去医院找他。你们一群人去找人家，找到了然后呢？
然后我让他说清楚啊，到底是他伤的重，还是我兄弟伤的重。他要是非要住院把事情闹大，那我让我兄弟也住进医院，也让他赔医药费。吉婉梅听到这个解决方式，差点没被气死。要是人家非要把这件事论个原委来，就是你们聚众群殴，性质过错在你们。你们不仅要给人家赔医药费，兴许还会因为违反常理的安全纪律问题被开除。你还不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吗？啥玩意？还要被开除工作？不就是踢了他2脚吗？有这么严重吗？你们这次打的人是厂子弟，父母都在厂里有职位的，能有那么好糊弄？老大，我觉得季明珠说的有道理。行，那我都听你的。你说我现在应该咋办？你也别去医院了，现在赶紧回厂里去，主动找领导把事情说清楚，然后再让动手打人的那人过去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。这样不管是道德还是礼数，你们都做到了。如果实在是还解决不了，再用你刚刚说的那个法子。那行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你怎么来县里了？是要买东西吗？我陪你去买吧。不用了，你还是先回去处理好这事吧。我今天是和我朋友过来的，他在后面等我呢。看见吉婉梅看向他，罗春燕以为是暗号呢，赶紧挥了挥手。梅梅，不用怕，我在这儿呢。看到罗春燕又怂又勇的样子，吉婉梅有些好笑。那行，这钱你拿着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。怕吉婉梅拒绝雷霆军，说完就赶紧带着兄弟走了。这个呆子还什么关系都不是呢，就知道给我花钱了。不过吉婉梅并不打算花这笔钱，因为她知道雷霆军1个月的工资也就刚刚几十块。老大，你们俩真在处对象啊？啥时候的事啊？8字才刚一撇，急什么？早晚让你们管他叫一声嫂子。牛啊，老大，你是怎么把人追到手的？快给咱哥几个讲讲呗。都滚蛋，老子的事少打听。杨志平从和季婉梅分开后，有点心不在焉，走路时不知怎地撞到了前面一个人，看到有人穿着东方厂的工服，顿时脸色一沉。你们走路没长眼睛吗？嗨，你这四眼仔怎么说话呢？欠收拾是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东方厂哪个车间上班的？听到这话，雷霆军有些面色不善，不知怎地看见此人就想揍他。知道我们是东方厂的还这么牛，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是谁？哦，那行，回头我去请教一下几位的高姓大名。行了，不就撞了一下吗？赶紧回去把事先处理了，别耽误了。四眼仔，这次算你走运，下次别让小爷再撞见你。看着几人离去的背影，杨志平暗暗记下了这几人。今天出来，他除了修表，还想看一下他在中学时候一起玩的朋友。听说昨天被人打进了医院，这人的老爸是东方厂里的一个部门副主任。权贵，你这伤看起来很严重啊，没事吧？是志平啊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听说你受伤了，这不过来看看你吗？谢谢你啊，志平，你这么忙还抽时间来看我。听说你这次回来也打算进咱东方厂子，是准备接你老爸副厂长的班吗？是有这个打算。你这是啥情况啊？这是谁打的？下手这么重？就是厂里那群不三不四的混子，也不知当初人事部主任是怎么把这群社会毒瘤给招进厂子里的，整天在厂里头惹是生非，打架斗殴，还调戏妇女。那天我就不过是因为看不过他们的流氓行为，路见不平，说了几句公道话，没想他们二话不说就围了过来，5、6个人对着我一顿暴打。左权贵知道杨志平是副厂长的儿子，所以把这事添油加醋的说了出来。你知道那伙人都是些什么来历吗？都叫什么？志平，你刚回来还不知道，在咱们东方日化厂里头有一群混混性质的恶势力，尤其是以那个叫雷霆军为首的那群人，他们整天不务正业，在厂里混工资，工作不好好干，经常迟到早退。那厂领导为何不直接将他们开除呢？因为他们是群泼皮无赖啊，厂领导要是开除了他们，他们就会去闹事，所以就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你说的那个雷霆军是不是个子高高的，眼神有些凶，短头发，爱穿白色衣服的？对，他就是那群混混的头，他们都管他叫雷老大。行，你这事我了解了，我回去会向厂里领导帮你反映情况的。你先好好养伤，那伙动手打人的混子该受到的惩罚一样不会少，这是有我帮你，你就放心吧。志平，多谢你啊，要是没有你，这事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你瞧我现在又是住院又是做手术的，这花销也不小，我起码半个月不能回厂里上班。放心，你的医药费、住院费肯定得是要动手打人的那些人来赔偿。接上集，雷霆军听季婉梅的指示，来到厂子找领导说明情况，而王主任就是平时处理后勤和管理的人。王主任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我也有事要去找你们呢。主任，左权贵那事儿是我手下兄弟的错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了，这就让人买了礼物上医院去给人赔礼道歉。虽说这是起因，也有那左权贵的一半责任。他前天先动手把我们兄弟给打出了鼻血，是我兄弟几个气不过才回去找他理论的。但是已至此，谁先动手这事我们也不去追究了，我们愿意主动赔礼道歉，将这事化解了。雷霆军平时也没见你嘴巴这么能说，现在出事了知道好言好语的了。
是谁教你的呀？雷霆君进门就开始认错道歉，这让王主任心里的那股怒火压下去了3分。你们还真是越来越能耐了，连左副主任的儿子都敢打了。上午人家来找我讨公道来了，你说你想让我怎么处置？扣工资，在全场张贴检讨书，只要您说我雷霆君都认。行了行了，要不是知道你的为人和平时在厂里积极工作的份上，我早把你们撵走了。我再警告你们一次，这样的事以后绝不能再犯，不然我王建国也保不住你们，爱上哪上哪去。听到这话，雷霆君一喜，没想到纪婉梅这招竟然比拳头好使。谢谢您啊，主任，以后您有什么需要，不仅是我雷霆君，我们兄弟几个给您鞍前马后，绝无二话。哼，就嘴巴说的好听，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左副主任，那你们该赔礼赔礼，别让我夹在中间太难看。周鹏，你等会跟孙小军去买点礼品，去医院跟人家好好道个歉，别把人给激怒了。老大，咱们现在身上都没钱了啊！上次咱哥几个凑的钱全被你给记明珠了。去宿舍找老肖先拿着，下个月发工资再给他。好的，老大。随后，周鹏二人花了60块钱买了2条好烟和1瓶酒，直接来了医院找到左权贵。而左权贵前脚刚见过杨志平，周鹏就带人来道歉了，顿时就神气了起来。你俩孙子现在知道来跟爷爷这儿磕头认错了，早干嘛去了？给爷等着吧，看爷怎么收拾你们。左权贵，今天我们过来是想正式给你道个歉。以前的事，我们双方都有过失，也谈不上谁的对错。我们今天都退一步怎么样？这些薄礼，不管你看不看得上，且收下吧，是我兄弟们的一点心意。大呸！这点东西就想把我打翻了？没看到我头上包这么多的纱布吗？这么重的伤，医生说过2天还得做手术，你们就等着赔我的医药费吧。看来你是无论如何都不打算私下和解了。想找老子和解，没门！听到这话，周鹏二转身就走了，想着直接找他爹谈谈。雷哥，事情处理好了。还没，周鹏和孙小军他们2个去处理了，我就不去了。你最近是一直在复习高考吗？复习的怎么样了？我都是自己瞎学，哪比得上夜校辅导班那种专业的，进度挺慢的。没事，慢慢来，我也打算考大学呢，以后有事还得多请教你。雷哥，你不是说着玩儿的吧？你看老子像开玩笑吗？昨天我还买了2本书呢，不过有些化学物理什么的看不太懂，还想着你以后教教我。这是好事啊，雷哥，这样以后咱就能一起努力，一起进步了。你说的那个啥夜校辅导班得多少钱？哦，这个我都打听过了，学费150，另外还有书杂费30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啊！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！爸，我今天听春燕说，好像咱们大院里那个谁的儿子好像住院了，有这回事吗？嗨，别提了，厂里那帮混混我都让王主任教育好多回了，回给我惹事。这回那几个人把左副主任的儿子给打了，听说人已经进了医院。左副主任今天下午就来我办公室找我了，非让我给他主持公道不可，在那闹了好半天，我好说歹说才将人给劝走了。这种事情也不能光听左副主任的一面之词吧？要不您让王主任把另一方叫过来，问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不就知道是谁的过错了？那都把人打进医院了，难不成还是受害者的错？那个雷霆军实在是让人头疼，整天在厂里称兄道弟的搞团伙，弄得厂里风气十分不好。趁着这次左权贵的事，我打算好好整顿厂里这里社会风气。爸，您都没查清楚事情始末，怎么就断定是雷霆军他们的过错啊？万一是那个左权贵先动手呢？行了，厂里的事你不用管，这2个月好好复习一下，为上大学的事做好准备就行。到时候还差什么东西先去买好，别到时候去了省城手忙脚乱。这50块钱你拿着，回头要是钱不够的话，再跟爸爸说。哎，这怎么一个一个的都喜欢给我钱？老大，左权贵和他那个刁毛父亲根本没有要和解的意思，态度挺坚决的。那左权贵伤的也不重，明眼人仔细看就能知道咋回事，为啥还一直咬着不放呢？雷哥，我听说左副主任一直跟王主任有些不对付，他们不会是想在这上面做文章吧？老肖说的没错，这2天你们轮流去职工大院蹲守，看看左副主任都跟谁走得近，全部记下来回来告诉我。老大，要是这事真平息不下去，咱们不会真把工作丢了吧？放心吧，就算天塌下来了，也有老子顶着。到了晚上，雷霆军拿着一本书去车间加班了。他为了考大学，想多攒点钱，这样才能完成和季婉梅的约定。季婉梅，雷霆军，这大早上的你怎么过来了？你今天不上班吗？我昨晚上夜班，今早8点就下班了。看到你爸进了厂子，我才想着过来看看你。你不过来找我，我也正打算今天去找你呢。昨晚我打探了下我爸的口风，听他的意思，恐怕是想严惩这次的事。那件事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去处理了。左权贵父子的态度是有点硬，但我也不是没有法子收拾他。你看，这是我那天去买的，我已经看了10几页了，感觉还是挺简单的，完全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。这些资料书我那也有几本，待会儿我去拿来给你吧，都是我之前高考复习时看的。
现在考上了那些书也用不上了。听到这话，雷霆君心中一喜，想着拿几晚没看过的书复习，感觉肯定很美妙。那就麻烦你了。你是不是还没吃早饭呢？我吃过了，我还不饿。进来吧，我煮碗面条给你吃。听到季婉梅要做饭给他吃，雷霆君一愣，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。你说是要给我煮面吃？是啊，快进来，一会儿路过的人看见了，我可就要撵你走了呀。好嘞。接上集，雷霆君未完成和季婉梅的约定，晚上边打工边读书。第二天，季婉梅知道他没吃饭后，亲自下厨给他做饭吃。左权贵的事，如果我爸真打算严厉处置的话，我也不好帮你说什么了，否则我爸会更不喜欢你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带着你打人那个兄弟，直接找我爸写个保证书，立个军令状，这样或许能够争取到他的宽大处理。好，我先回去打听一下上面的态度，实在不行我就按照你说的去做。对了，我最近打算和我朋友搭伙在线上开个杂货店，你那50块钱我就当做是你的赞助费了。你不是要去省城上大学吗？你不打算读书了？书当然是要读的，店也打算照样开。我朋友他已经没读书了，本来是打算进厂做工，但是我希望他能来和我一起做点生意，要是做成了的话，他就负责在县里看管店铺，我假期回来看看。那你铺子找好了吗？还没呢，昨天我们去县中心就是准备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铺子，可是逛了半天没找到，今天我打算再去逛逛。这事你交给我吧，我朋友多有路子，我会帮你找个最合适的铺子。那也行，你那边帮我打听，我自己也去看看。好，那有事我再来找你。雷霆君，你谁啊？我是梅梅的朋友，昨天咱们在县中心还见过面呢。哦，你有事？你这书都是哪儿来的？关你啥事？我想给你提个醒，你最好离梅梅远一点，她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她也不是你这种人可以高攀的。如果是为了这件事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雷霆君，他马上就要和杨副厂长的儿子相亲了，你要是还想保住工作的话，就趁早歇了这个念头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梅梅可是要和杨副厂长儿子相亲呢，人家是广城名牌大学毕业，以后回来是要接他爸爸班的。梅梅以后也会去省城念大学，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劝你以后别再来纠缠梅梅了，你要是真心喜欢她的话，就应该祝福她。杨副厂长的儿子叫什么名字？你要干嘛？难道又要去把人打医院去？你以为什么事情都是用暴力可以解决的？杨副厂长的职位可比左副主任的大，你要是真敢去打他儿子，你指不定会坐牢的，你信不信？我可没有那么蠢。说完，他不想再跟罗春燕废话，直接抱着书转身就走。听着周鹏打探的消息，这才知道昨天碰到的人就是杨副厂长的儿子。而周鹏他们发现，最近左副主任和杨副厂长走得特别近，所以雷霆君觉得左权贵的事，最终还是得看纪兴国是什么态度。孙小军，你带着昨天买的那些东西，跟我去一趟厂长办公室。老大，咱好端端的去找厂长干啥？这事就怕闹大，咱们自己去找厂长，那不等于去自己认罪吗？你以为闹到现在，那季厂长会不知情吗？你要是想保住工作，现在就得主动去认下这个罪。在左副主任求了那杨副厂长去说话之前，咱们就先去向季厂长把态度摆明了。雷哥说的有道理，我最近看了一些报纸，政策一直在强调要严打，若是被左副主任给咱们盖上社会不安定分子的帽子，那这个性质就会变得不一样了。而你们去找季厂长写检讨，就是把这事的性质变成个人恩怨，这样就好解决多了。听着老萧的解读，几人明白了雷霆君的意思，瞬间对这个老大崇拜不已。老大，季厂长为人正直，咱们这是要把这些东西送给季厂长，他能收吗？这些东西是咱们表态的一块敲门砖，就说是请季厂长转交给左副主任，这能让季厂长看到咱们的歉意和态度。老大高明。随后两人来到厂长办公室，没想到竟然碰到了杨副厂长。杨昌华看到雷霆君二人手中的东西，瞬间明白这是来求情了。你们两个，季厂长这阵有事要忙，过去，别来打扰。杨副厂长，我们也是有事来找季厂长的。没看到我现在找季厂长有要事要谈吗？是你们的事重要，还是我们的事重要？耽误了厂里的大事，你们两个担待得起吗？如果杨副厂长有急事的话，可以先进去，我们就在门外等着。嘿，你这人，什么是吵吵嚷嚷的？都进来说话。老季啊，这几个人在门外鬼鬼祟祟的说要见你，你瞧瞧，他们竟然还敢提着礼物过来，这不是想公然贿赂领导吗？年轻人，我劝你们还是收起歪心思吧。季厂长的为人可是咱们厂几千号人看在眼里的。看到杨昌华着急给雷霆君二人定罪，纪兴国看了一眼这个老友，他今天的表现可是有点草率啊。说吧，雷霆君，你们俩带着这些东西来我办公室，究竟是想要干什么？季厂长，我俩过来是想让您帮忙做个和事佬，帮我们给左副主任表达一下我们的歉意。那天是我兄弟脾气冲了一点，两人几句话因为屁大点的小事不对盘，便冲动的挥了对方一拳头，把人家给打出鼻血了。我们昨天已经去医院看过左权贵了，左权贵在医院活蹦乱跳的，看起来也没什么大碍了。
就是那口气没顺下去。见到我兄弟也不大高兴，我们哥俩买去道歉的东西，他也不肯收，还说非要让我兄弟把工作弄丢了他才高兴。但这是归根究底还是我兄弟不对，我已经让他去跟左副主任也道过歉了，左副主任也挺生气的。为人父母的心情我都理解，所以我这才想到来找季厂长，让您帮忙把这点小礼物转交给左副主任，就请他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这小兄弟一回。杨长华有点意外，这看着没什么文化的小混混，竟然说话逻辑分明，不着痕迹的就把自己的过错全给摘干净了。你倒是说的轻巧，那左权贵被你们打的都住进医院了，还要做手术，这么大的伤，岂是你们说接过去就接过去的？我告诉你，这事的性质极其恶劣，你们聚众斗殴，把人打到伤残，这叫做流氓社会罪。纪兴国听完整个事情经过，也有些意外，因为他工作忙，平时所有的事情都是手下人传上来的，而雷霆军说的话和左副主任说的完全不一样。老杨，稍安勿躁，此事待我了解清楚后，自会秉公处理，你不要着急，先让这个年轻人说说看。我们当场领导的也不能听信片面之词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的意见才行嘛。季厂长，您是咱们这个厂子的大家长，这是拜托您，我们放心。至于我这兄弟，他已经严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我这就让他回去写一份检讨，保证以后再也不敢打架了。你们把东西拿回去吧，把我东方厂当什么地方了？这种歪风邪气不能助长，不要以为什么事都是送礼可以解决的。季厂长，这些东西不是送给左副主任的，是那左权贵受了伤，送给他补身体的了。补身体？这烟酒像是补身体的东西吗？哎呀，季厂长，这事儿都怪我。我平时觉着这烟酒是好东西，以为送点好东西给左权贵，他吃就能好，忘了他在医院住着呢。我这就把烟酒拿去退了，给买2只鸡，买2只猪蹄子拿给他。赶紧把东西拿走，你们自己私底下的事情要怎么解决我管不着，但我警告你们几个，以后再敢在厂里打架闹事，我绝不会轻饶。厂长，这么大件事，难道您打算就这么算了？左副主任那边恐怕还得闹呢，左权贵也还没出院，底下几千号人都看着呢，咱们可不能就吃这样轻拿轻放了，必须按照上面文件的精神严肃处理。等左权贵出院后，我查明事情始末，自然会给出一个公正的处理。老大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什么样的场合你都能应付得来。行了，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给我退了，把钱先还给老肖。老大，反正老肖也不急着用这钱，不如咱们把这些东西自己抽了，这次的事情有惊无险，全靠你。您独得一条好烟，剩下的给咱们兄弟拿去分了，你看行不？你他妈的就这点出息，想抽好烟有本事你就去自己挣，别想打这主意。赶紧把东西给我拿去退了，把钱还给老肖。要是让我知道你把东西吞了，老子把你腿打断。好的，老大，我知道了。老季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最近上面严打，咱们厂里出了这样的事，若是不拿个可以服众的处置结果，员工们会怎么想？处置我肯定会处置的，不过老杨，你什么时候和左副主任关系这么好啊？他的事你这么关心？接上集，听纪婉梅的建议，雷霆军去找他父亲季厂长认错，没想竟被收了好处的副厂长处处刁难。在雷霆军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后，这才保住了兄弟的工作。雷哥果然没有料错，这是背后真跟那个杨副厂长离不开干系。这个杨长华看着就是个面慈心黑的，他管着对外销售，也不知道从里头捞了多少油水。你们是没看见，当时在季厂长办公室，那个杨长华听了我们老大的话，当场就急了。估计左副主任也给了他不少好处来刁难我们。好了，这是现在就等左权贵出院，看季厂长那边怎么处理了。这几天叫下边的兄弟都安分点，工人俱乐部和舞厅这个月也别去了，都给我老实点。好的，老大。老肖，这是你存起来报考大学的钱，现在用不上了，还给你，谢谢你啊。雷哥，这40块钱你先拿着吧，万一接下来兄弟们这事儿还需要用到钱的地方，你随时可以拿去用。不用，你自己拿着吧。老大，我们几个又不是外人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在这事儿还没完全解决前，谁也不敢打包票，钱你收着，到时候不用了你再还给我就行。行，那我就先保管着，有需要了我会跟大家说。老周啊，你们医院现在是不是有个叫左权贵的病人？是有一个叫左权贵的年轻人，怎么了老季？哦，他是我厂子里的一个员工，听说住院了，我这来问问情况。嗨，你这个员工可有点意思，受了一点小伤，非要嚷嚷着让医生给他做手术。哟呵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打完电话，纪兴国心里也有数了。不过左副主任和杨副厂长一直想把这件事扩大影响，这人纪兴国陷入了沉思。爸，干嘛呢？我有个事情想跟您说一下。怎么了，闺女？什么事啊？爸爸，我觉得最近市场行情比较好，人民群众生活物资需求大，零售生意还挺赚钱的。政策上也开放了个体户对市场的参与，所以我也想在县里找个门店，开一家日化用品杂货店，就卖点妇女用品。您觉得怎么样？不行，你这马上就要去省城上大学了，开什么杂货店？简直是想一出是一出。哎呀，爸，你别激动啊，先听我把话说完嘛。大学我还是会照样去读的。我想着和罗春燕搭伙合开这个店，到时候店开起来了，他来负责看店，我就负责对货对账，这样我学业也不会耽误，而且到时候可以就在咱们厂里进货。
你想啊，咱们厂里的货很多都是销往外地城市，县里的商场也还没有什么大规模的，况且县里还没有那种专门的妇女商品店。要是我在这时候开一家，那就是头一个，肯定不会亏钱的。你这小丫头，脑袋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东西？爸爸是怕亏钱吗？爸爸是怕你耽误学业。你这个年纪还是以大学为重要，等你大学毕业以后，什么样的好工作找不到，做生意卖东西那都是底层劳动人民找不到体面的工作，不得已为生的手段。而且现在社会骗子和流氓多，你们2个女孩子不好应付的。哎呀，爸爸，所以我才要在县城开啊，又不是要跑去省城里开，有什么事爸爸都可以照顾到啊。有我爸爸在，真个平泉县谁还敢欺负我？除非他不想活了。那你跟爸爸说说，你是怎么有这个想法的？又有什么打算？把你的计划详细说给爸爸听听。随后，纪婉梅把自己规划好的方案认真的讲了出来，包括她了解到的市场行情、物价浮动以及货源渠道，甚至连沿海一带的流行风向对内地城市的影响，以及政策上可能会带来的变化。你说的这些都是谁教你的呀？爸，我也经常看报纸看新闻啊，况且现在的年轻人眼光都比较超前大胆，不比您那个年代。我闺女真是好样的，没想到年纪轻轻就这么有眼光和格局了。不过你那个朋友，他真的能帮你看店吗？我已经把合伙开店的事情跟春燕说了，她也是比较愿意的。这2天她正在家和她爸妈商量呢。你这丫头，这么大的事也不先跟爸爸商量一下，就跑去找人家说了，万一人家爸妈不同意呢？这点我也想好了，要是春燕爸妈不同意她出资金，那店就算我和爸爸2个的股东算了。回头我们可以聘请春燕来当店长，如果连这个她爸妈都还不同意，那我就再找个合适的人来看店。那你开这么一间杂货店，全部下来大概要用多少本钱啊？这个我都算好了，店铺租金、水费、电费、管理费、装修费、人工费，再给自己留些流动资金的话，成本需要1000块左右。好，这1000块爸爸给你出了，本金以后你也不用还我了。不过以后我可就是你这家杂货店的大股东了，要是有什么市场调整和变动，你可要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我就知道了，爸爸对我最好了，一定会支持我的。那你这边还需要爸爸帮你做点什么？找人帮你找个合适的店铺，还有你说的那些洋气货，还要到浙江去进货，跑那么远干嘛？就在咱们厂子里，什么样的百货没有？东方日化厂是平泉县乃至屏东市里最大的日化厂，周围几个市和邻省份的好多地方都会来他们厂里批发进货。爸爸，你的日化厂虽然品种多，但还不够新潮，这体现不出来我说的品牌效应，所以浙江、广州肯定是要去的。好，这1000块你先拿着，这钱本来是准备你去上学的时候给你的，所以没存银行，你现在有用你就先拿去吧，如果不够再跟爸爸说。谢谢爸爸，你对我真好。第2天，雷霆军准备去给纪婉梅找店铺，没想到遇到了正要上班的纪兴国。雷霆军，上班时间马上到了，你干嘛去？纪厂长啊，我跟换成夜班了，出去有点事。我警告你啊，给我好好工作，安分守己一点，别没事一天带着你那些朋友给我惹是生非。左权贵的事情还没完呢，别以为你让孙小军写个保证书就能蒙混过关了。我知道了，纪厂长，左副主任儿子的事还得多亏您深明大义，不被坚定小人蒙蔽了双眼，以后我绝对会向您学习。管好你那些小兄弟，我们东方厂是正规国营厂，不是你混社会的地方。你要是进来是为了混社会，就早点离开这里。你要是想好好工作，挣钱养家，就给我本本分分工作。纪厂长的话我记住了。行，去吧。接上集，纪婉梅从纪兴国内拿了1000块的启动资金，随后雷霆军来到县城里托朋友给纪婉梅找店铺。雷哥，这里原来是家面馆，位置不错，比较好找。接过来后自己简单把墙壁、门头什么的重新装修一下就可以了。您要是需要人手，我有认识的朋友是专门做粉刷和木工的，让他们过来帮你，半天功夫就能搞定。你看要是行的话，我去找面馆老板谈谈价格。行，就这家吧，你去问问价，把价格压低点。雷霆军走后，另一边纪兴国在县里托的朋友也看上了这家店，随后赶紧打电话把大概情况跟纪兴国说了一下。那就麻烦老友先去帮我把铺子给定下来，就那家，让他给我留着，我明天抽时间过去看看。行，那我去谈谈价格。面馆老板刚把店铺转租消息挂出去，没想到就突然有2拨人相中了。本来转让费150的，瞬间就提高到了300，88年的300块是一个职工3个月的工资。爸爸，这转让费也太贵了，你让什么朋友帮你找的铺子啊？不能是让人敲竹杠了吧？具体的爸爸也不太清楚，就是你那个县上修钟表的徐老伯帮忙找的。要是你明天有空，可以先去看一下，如果你满意，爸爸再让老徐去谈价。那面馆老板确实有点待价而沽的意思，做得挺不厚道。纪婉梅虽然对这店主漫天要价的态度不太满意，但也准备明天和罗春燕一起去看看。到了晚上，雷霆军又拿着小石头往纪婉梅窗户上扔，没过一会，纪婉梅就走了出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爸在客厅呢，他会发现你的。没事儿，我不进来。我今天有个朋友在县里找到一家合适的店门，明天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可以啊，那你把地址说给我，我明天叫上春燕一块去看。
我把地址写在这上面了，还有我那个朋友叫小强，明天我要是有空就陪你一块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，明天我去看看。春燕，我爸托人在线上帮我们看好了一家门店，问了一下价格，对方转让费喊得挺高的，但是我还没去看那门市的位置大小具体如何。你今天要是有空的话，咱俩一块去看看吧。梅梅，开杂货店的事儿我跟我妈说了一下，她不同意。我家的情况你也不是不了解，我下头还有2个弟弟妹妹，家里供他们几个上学也挺艰难的，爸妈都希望我能早点进厂找份工作，开店几百块钱的投入资金，我爸妈是肯定不会给我的。没事，春燕儿，本金我爸爸已经给我了，而且我也跟他讲了，到时候会很和你一起搭伙。你若是拿不出来本金，那这个店的本金就由我来出吧。到时候我聘请你来给我当店长，负责看店和经营，给你开和厂里一样的工资，另外再加上销售提成，这样你看怎么样？妹妹，这不太好吧？我啥也不出，这不是白占你的便宜吗？这绝对不行的。春燕，我说的不要你出本钱，是因为这个本钱我爸爸已经给我出了，但是我也不能白白让我爸爸出这个本钱，到时候他也要占我这个店子50%的股份的，等于说这家店就变成了我和我爸爸合资开的。至于你，就是我聘请的看店店长，因为我信得过你，而且也相信你的能力。听着不用担风险，还有工资提成纳，罗春燕有些心动了，不过还是担心他爸妈不同意。随后季婉梅先按照他父亲说的找到了修钟表的老徐。徐叔叔，您这阵忙吗？我爸爸让我过来找你，说你帮忙找好一家门市部，不知道这阵方不方便带我们过去看看呀？不忙不忙，那店铺就是你们俩要接啊。我问了你爸接门市部干啥，他还瞒着我不肯说。我和我朋友想借个门店过来，自己开个杂货铺，这不麻烦徐叔叔您了吗？不麻烦不麻烦，走吧，我带你们过去瞧瞧，离我这铺子不远。随后3人来到面馆，看到面馆的名字后，季婉梅一愣，因为雷霆君昨天写给他的那个地址也是这里。徐叔，您在这等我一会，我去找个人过来。婉梅，你干啥去啊？昨儿我来看这个店的时候，后街收废品的那个小强也过来看了，咱可别让人捷足先登啊。这地段虽然300贵了点，咱努力200也还好的。徐叔，这是一场误会，那个收废品的小强也是来帮我看店铺的，昨天你们俩撞到一块儿去了，您等我一下，我去把他叫过来。几位吃点什么？咱家的面都是招牌。老板娘，我是来看你们面的，你不是张贴着要转让吗？姑娘是要接门面啊，那你可算来对了。你瞧咱这铺子位置好，特别当道，过上过下的人也多，不管你做点什么生意都好做。老板娘，实不相瞒，这2位都是我托的朋友，他们其实都是帮我看门面的，不过他们互相不知道委托人都是我，昨个还险些争抢起来，今天我知道这件事，所以亲自过来看一趟。你这门市部装潢确实旧了点，我到时候接过来还得花一笔人工费和装修费重新改工，但我也就不挑了，既然遇到了你这家，能谈个合适的价咱就谈吧，要实在价格不合适，我再上别家去瞧瞧。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，姑娘，既然你早就找人把行情给打听清楚了，那你爽快点吧，你能出多少转让费？这条街上的转让价行情，徐老叔和小强他们都很清楚，我也就不跟嫂子你兜圈子了，就按照行情价150块吧，你也不亏，我也不冤，你看怎样？行吧，150就150，我这也是着急转让，亏点就亏点了。随后老板娘把房东叫了过来，季婉梅直接续签了5年的合同，3个月租金加上转让费，一共花了300块。我中午请大家一块吃顿便饭吧，正好附近有个菜馆做的菜挺好吃的。算了算了，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，这点小事还吃啥饭？叔，小强，你们要是不去，可就是看不起我呀！我是真心实意想感谢你们的帮忙，不过就一顿便饭而已。况且以后我们的店开起来了，可能还免不得还有麻烦你们的时候呢。接上集，季婉梅签完租房合同后，就准备去了建材市场，没想到中途遇到了雷霆君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哦，是小强跟我说你们要过来看看装修的建材，这边挺乱的，我怕你被坑了，正好我这也有朋友，多少能让你省点。你的门市想装修什么风格的？主要是卖什么东西？卖一些杂货，主要以女性商品为主，所以我想要的装修风格是明亮干净、清新为主这样。你的要求我明白了，我有认识的室内装修师傅，需要的话我可以把人找过来，你们市部的装修可以全权交给他，至于材料和工人嘛，这个听君都找得到人，你看如何？季婉梅知道找装修师傅肯定要收人工费的，她装修的预算最多只有200块，还要预留500来进货，而玻璃店老板也看出了她的顾虑。放心，雷霆君这小子介绍来的人我不收高价，全部给你按照本钱来做，保准质量人工比外面的好，价钱还比外面的低。那就多谢老板了。二哥，这回就拜托你了，多操点心，下回我请你喝酒。行，没问题，那我就先走了。
婉梅，材料和工人我都有熟人，你也不用再去麻烦那个徐老叔了，他年纪大了，自己也有铺子需要照看，没那么多精力。回头我让小强找几个工人，3天就能给你把门面装修全部搞好，不需要你操心。你不是也要上班吗？这样不会耽误你的工作吗？没事儿，我下边有好多兄弟呢，我要实在抽不出时间来，可以让他们帮顶几个班。我跟主任关系也挺好，他一般都不会说什么。你是不是忘了，我爸爸可就是厂长，他这人公私分明，最见不得下面的人偷懒取巧了。你在我面前说这些，你平时怎么调班取巧的话，小心我跟我爸爸告你的状哦。我才不怕你告状呢。你都出来这么久了，先回去休息吧，晚上你不是还要上班的吗？行，我会交代小强那边多帮忙看着点，有什么事你就去找他，不用跟他客气，都是我关系很好的兄弟。明天我抽时间再过来。这个雷霆君咋感觉我满县城的人他都认识似的？可能喜好广交朋友吧，他也是本地人，在县里这么多年，认识一些朋友也很正常。他还真是什么鱼龙混杂的朋友都有，这些人竟然还都愿意卖他的面呢，我真搞不懂他到底有什么能力，不过就是一个工厂里的普通职工罢了。好了，门市部的事情差不多敲定落实了，春燕你今天回去就跟你爸妈商量商量，来做我店长的事吧。等到店铺装修好了，我应该还会南下一趟，亲自去看看浙江那边的货源，你要是愿意，到时候可以跟我一起去。咱们去的话，这趟就算出公差，来回火车票我可以给你包了。吉婉梅希望说服这个好朋友可以和他一起创业的，因为他知道之后的20年内都是创业的风口，而那些固守陈业的把工厂当铁饭碗的，反而成了最穷的那个。春燕，只要你能来帮我管理店铺，首先不管生意好不好，我都给你固定的工资，还给你按100%比提成，这肯定比你进厂要挣得多的。回头你攒了些钱，如果不相干了，自己做点生意也是可以的。梅梅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，你放心吧，这次回去我一定说服我爸妈，就算他们不同意，我也要自己出来试一试。随后，吉婉梅和罗春燕来到了县里的菜市场逛逛，而卖菜的看吉婉梅眼生，偷偷的在称上做了点手脚。姑娘，一共3斤4两。等会，2个黄瓜3斤4两。大娘，你是欺负我朋友不会看称吗？你这明明只有2斤7两。嘿，小姑娘可不要乱说，我这可都是明码标价的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妈称了？不承认是吧？我劝你该是多少就是多少，你要是敢多骂我们的称，我立马就告到这市场管理员那儿去，就说你咬烂市场秩序，故意敲诈客人，到时候我看你这家菜摊呢还留不留得住。听到这话，大娘一愣，没想到这2个小姑娘这么不好糊弄。哎呦，都怪我，刚才一时眼花看错了，就是2斤7两。听到这话，罗春燕又拿了2根黄瓜放了上去。这回你确实没看错，这4根黄瓜确实是2斤7两。你这，行，拿去吧。买完菜后，吉婉梅回家做好了一桌饭菜，正好纪兴国也下班回到了家。哎呦，我的乖女儿，还没进院子我就闻到香味了，你又做了什么好吃的呀？爸，你回来了。今天我和春燕去县上，中午的时候尝了一家川菜馆子，我觉得好吃，就想着回来试着做一下。好，我女儿就是乖。今天去看门市看得咋样啊？一切都挺顺利的，就是徐老叔帮忙找的那家门市部，位置还不错，大小也挺合适。我把价格压到了150，然后直接就把转让手续和租房合同签了，租金51个月。50块的价格还是很合理的。我记得老徐那家钟表铺子都是好几年前租的了，那时候都是40块1个月。是啊，所以我直接就跟房东那重新签了一个5年的合同。5年？你打算做那么久啊？爸，这房租房价只会随着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而上涨，绝对不可能还会下降的，所以我先签下5年，也是保证这5年里房租不随意变动，就算到时候我毕业了，这家铺子也照样可以请人照看着呀。实在不行转给春燕，让她继续做都是可以的。那行，你考虑清楚就好，要是钱不够的就找爸爸，我全力支持你。谢谢爸。我和房东阿姨签合同的时候，他介绍了个朋友在材料市场上有熟人，可以帮我把装修的事情一起搞定，说按照本钱来收，就是不知道到时候多少钱。减去这些基本就没有什么大费用，剩下的就是用来进货这一块，回头不够了我再跟您说。好，快吃饭吧，我来尝尝我女儿的手艺。吃过饭后，吉婉梅看着纪兴国一个人在浇花，突然想着如果自己去上学了，那他一个人也太孤独了。爸，下个月我就要去省城读书了，以后可能也只能每逢寒暑假才能回来了。您一个人在家也挺冷清的，都没有陪你说话，要不您再找一个伴吧。这么多年给您说媒的你都赶走了，你看我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，你也要多想想自己啊。嘿，你这丫头，你就好好照顾好自己，别让爸爸担心就行了。婉梅，我爸妈同意让我来给你当店长了。太好了，这样过2天去浙江进货，咱们可以一起过去了。那我就买3天后的车票吧。婉梅，我有钱的，车票可以自己买。你的私房钱就放在身上当备用金吧，火车票我反正要一起买，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。
这就算是我这个老板给你的福利和待遇了，咱这叫公费出差。好吧，我就犟不过你，到时候我保准当牛做马，好好帮你带。爸，我准备过几天就和春燕一块去浙江那边的市场进一些洋气的货，等到货源渠道稳定了，以后直接让那些给他们讲最热最好卖的款式打包发过来就行了。去浙江？不行，就你们2个女孩子出门多危险啊！你是不知道现在外面世道有多乱，上面多少红头文件发下来要严打犯罪，可见在社会上的普遍现象犯罪率还是很高的。再说你要开杂货店，我那厂子什么东西没有，你为啥要跑浙江去呢？哎呀，爸爸，我和春燕2个人可以互相照顾的。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又不是小孩子，况且我们就去2天时间，我把回来的票也提前买好，甭管到时候选没选到满意的货源，我们肯定准时回来。这哪是准不准时的问题啊！哼，爸，反正我已经打算好了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都会去。你这丫头，这样吧，明天我去厂里找个外干员送你们吧，正好等他在那边办完事再送你们回来，这样行不？好的，就知道爸爸最宠我了。你这丫头一点不让我省心。雷哥，季小姐他们3号就要去浙江进货了，她跟我说这几天让我多帮着点看一下店子。什么？她要去浙江？3号几点的火车？这个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，季小姐也只是顺道提了一嘴，并没有跟我说的那么详细。行，你先忙吧，我有点事出去一趟。季婉梅，你是要去浙江吗？对，新店在装修，我和春燕去浙江那边看看货，我爸明天会派个厂里的员工送我们过去，2天就回来了。要不是我今天过来找你，你恐怕都上火车了，也不会告诉我。我本来是要告诉你的，这不是没找着机会见你吗？你几号的火车？几点钟？3号上午9点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姐，你不是只去2天就回来吗？带这么多衣裳干啥？我这次是和吉伯伯家里的婉梅姐姐一块去，姐总不能穿得太寒碜嘛。真羡慕婉梅姐姐，长得好看，漂亮裙子也多。二妹乖，在家好好休息，等姐这一次从浙江回来，也给你带一条好看的裙子回来。哦，谢谢大姐。切，去浙江有什么了不起？等我长大了，我要去北京，去天安门。滚蛋！你作业做完了吗？春燕，明天就要去赶火车了，你东西收拾好没有？已经收拾好了，东西也不多，就那么一个编织包。你不是跟着季婉梅一块去吗？她都说了食宿侧车票都给你包了，你咋还要自己带东西？你当鸡蛋不要钱啊？一装就装那么多个。人家季婉梅给我买了车票，我拿几个鸡蛋哪来？总不能我什么都占她的便宜吧？你是去给她打工的，她既然要聘请你，带你去外边进货，自然要事事都给你包齐了。你上我们厂里问问哪个员工出差不是一切衣食住行都给报销的？行了，少说几句吧，几个鸡蛋而已，煮都煮好了，就带去吧。哼，就你惯着他。说着，罗妈就走了出去，罗爸则从兜里掏出了5块钱。春燕啊，虽然这趟出去不用你自己买车票，但为了预防万一，还是带点钱比较保险。爸爸能给的也不多，这5块钱你收好。梅梅，你收拾好了吗？来了来了。春燕，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啊？这不想呢，什么东西都可能用得上，就多带了一点。行吧，这次同行的还有我爸厂里的一个员工，等会他就开车来接咱们了，咱们去外面等着吧。季伯伯，你也在呀？是啊，梅梅长这么大没出过远门，我实在不是很放心。这次也多亏有春燕你跟着一块儿，你们俩去了那边后可要互相照顾，凡事小心，遇到不怀好意的陌生人一定要警惕，尤其是那些陌生男人给的东西，千万不要乱吃。如果迷路了，就第一时间找警察或当地的公职人员。还有切记钱财不可外露，以免引来歹人的觊觎。住宿的话，我会让李干事帮着安排，一定要去住正规的招待所，别去住那种黑店，知道了吗？好了好了，爸爸我知道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看着纪兴国絮絮叨叨的样子，罗春燕有些羡慕。他父母是比较重男轻女的，一直把所有的亲情给了他的那个弟弟。爸，火车已经到了，您先回去吧，有李干事在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爸爸看着你们上车了就回去，你一定要记住爸爸说的话，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你自己的安全是第一位。好，女儿知道了。你放心吧，厂长，我会把2位小姐毫发无损的送回来的。